好，欢迎来到 Fiona 的频道。我最近呢是网购了不少的植物，有踩雷的，也有成功的。今天呢，顺便还想给大家聊一下，就是冬季网购植物的一些注意事项啊。而且我这些经验呢，都是失败了、吃了亏、踩了坑以后才总结出来的，希望对大家有到帮助。我走过的弯路呢，就不希望大家再走了。冬季网购植物，这是一个蛮危险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说危险呢？当然了，根据你所在的地方不一样你当地的这个温度、湿度、运输的环境都有不同，所以说非常的因地区而异。我呢，只能照我的经验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啊，因为我呢是在西雅图地区，我们这边10月份天气就已经很冷了。所以说从10月份开始，一直到明年的大概4月份左右，只要是网购植物，一定要让卖家给你加这个 insulation， 就是保温层，还有就是这个 heat pack， 就是一个加热的包。这个 heat pack 呢，它有各种不同的时长的，时间越长当然越贵一点，但是也是非常的便宜的，大概就是3块钱到6块钱不等吧。这个 heat pack 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一旦 activate 以后呢，它就可以持续的给这个包裹进行一个加热。如果你的植物呢是包裹在一个这个 insulation， 就是这个保温层里面的话呢，它就可以得到一个热源，就不至于被冻死。我们这边如果是10月份到4月份买植物，没有这个保温层，然后它又是热带植物的话，比如说球兰之类的，非常的容易被冻死。还有除了这个隔热和保温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尽量的缩短它在路上的这个运输的时间，因为大家都知道运输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这个植物是被 traumatized， 就是非常的这个受到伤害吧，或者说是这个环境的 shock 是非常的大的，所以我们就要尽量的减少它这个 shock。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尽量的找你附近一点的买家，比如说我在 Washington Etsy 上面呢，有几家比较可靠的这个 Washington 的 seller， 虽然说它是在 East Washington ship 到我们这边来呢，也是要大概1-2天、2-3天的时间，但是那你总比在佛罗里达买然后寄过来的话要个1周的时间，那它路上的时间要少，对吧？所以这个风险呢就稍微的低一些。一是就是找就近的卖家，如果你能是在 local 找到呢，那就是更好了。但是这个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比如说我想买植物的时候，通常都是有一种特定的植物我非常想要，价格又合适，然后状态又好的，可能也就是佛罗里达和德克萨斯的卖家一般在卖，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必须要从外州来运输。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跟卖家说好，你最好是，如果你需要加钱，或者说是卖家有时候是包2天或者 overnight 的这种 shipping， 就是第2天就可以到的，那是最好的。如果他不包的话呢，我觉得是宁愿自己加钱。当然了，看你植物的这个价值而定啊。如果你买一个15块钱的植物，然后结果你花了30块钱去邮寄，那就没有什么必要。但是如果你买的是比如说上百美金的这种植物的话，然后你加一个这个 overnight 的这种 shipping， 或者说是这种 2-day shipping， 还是非常的值得的，我觉得。因为比起你这个植物送到的时候烂的风险来讲，我还是宁愿去多花一点钱买一个保险。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植物交易出现问题的实在是太多了，有这个货不对版的问题，有运输途中造成的死亡损坏，有卖家没有照你的 instruction 或者你的这个指示来做包装，或者它的包装不到行业的标准造成的这种损坏，也有这种寄出来之前它其实就是烂根的一个状态，但是卖家就是他通过照片的角度呀什么的把它藏起来了，最后你上当受骗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都是有的。所以说接下来我这几条经验呢，就是要让你怎么样来保证自己最大限度的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一点就是你收到货一定要拍照，并且最好是拍 video， 就是让你的家里面的人吧，或者你自己架上这个手机，你开箱的时候就拍一个 video， 这样子存证留档。你打开的时候，通常像 Etsy， 就算是它这个 return policy 再严格的这种卖家，一般你收到货物的2个小时以内你联系他，
就是在这个显示，比如说 FedEx 或者 UPS deliver 了以后，2个小时之内你联系他，就是如果是你收到的这个植物货不对版，或者说是已经烂掉了，他是会给你处理的，要么他给你寄一个新的植物，要么他给你退款啊。不光是要这个录视频和拍照啊，你要知道拍什么。你当然了，你的叶子的整个的一个状态是要拍的。这个呢，其实送到的时候叶子有损伤是非常正常的，特别是你如果买的是秋海棠啊、蔓绿绒啊之类的这种叶子比较繁茂的，它运输过程当中多少有损伤。但是只要你的根系是好的，它以后都会再长新叶子、更完美的叶子，你是不用太担心的。但是如果你的根系拿到手就是坏的，这种情况下你基本上是不太有办法抢救的，也是可以抢救来 rehab 呀之类的，但是就非常的难，而且风险非常的高。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如果你收到的根系是坏的，那你应该及时的直接找卖家申请退款。但是这个就必须要你开箱的时候就一定要存证留档，所以这个就是留下证据了以后，大家都比较靠证据说话，对吧？这样子呢，如果是有问题的话，你去找卖家就比较的容易。照我的经验，这一步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网购植物其实出事情的概率特别是冬天还蛮高的。也有那种卖家，他会把责任都归到你身上，说是因为你这边天气不好啊，或者说是因为你没有加钱要这个加快这个 shipping 啊才造成的。但是其实他给你寄出来的时候，根系就已经坏了。我自己是有亲身遇到过这样的卖家的啊。我呢就开箱的时候就拍了 video， 当然也跟我自己做视频是有关系的啊。我就拍了 video， 然后就显示它寄到的时候，叶子不光全部脱落了，这个叶子有损伤是非常正常的啊，先说一下。但是根系完全的烂掉，而且就是一看就是烂了很久的那种，这个就非常的不合理。然后我就去找卖家，当然卖家就怪我说是你们这边天气不好啊之类的。路上其实才几天的时间，就烂成那样子，我觉得这根本就不靠谱。所以呢，我当时付款的时候，我当时是在 Etsy 买的。如果你是在这上面买的话，一定要记得用 PayPal 去付款。我上回呢就是用 PayPal 付的款。我当时如果你是通过 Etsy 去 file 这个 claim 的话，它其实是非常的保护卖家的，所以你不一定能拿到你的退款，就算是你有非常好的原因也有证据。但是如果你是用 PayPal 付的款的话，你就不用 go through 这个，你就不用经过这个 Etsy 他们的这个，你就直接跟 PayPal 申请这个退款，然后你把你的照片、你的说明、详细情况都写上，然后也没等多久 ，PayPal 就全额的给我做了退款。所以说，只要你是用 PayPal 支付的，我自己感觉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刚才说的是怎么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啊，退款啊，怎么检查啊。如果是收到的一个植物它是健康的一个状态，你要怎么办？第一，千万说无数次，大家在我的以前的这个 video 里面也看到过无数次了啊，不要立马给它换盆，让它先在你家里适应一下温度，适应一下湿度，适应一下光线，大概冬天至少也得1个月了，1个月以后再换盆，这是最基本的。最好呢是让它一直在里面长，如果盆不是特别小的话，让它一直在里面长到你必须要换盆再来换啊。然后有的人就会说啊，那个它来的盆好丑怎么办？那你其实去看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花瓶那一期啊，它里面来的一般都是这种塑料的这个内盆内胆，你直接把它放到一个装饰盆里面，找一个大小合适的装饰盆，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千万不要急着给它换盆。然后就是浇水，有的人是一到家了觉得说我一定要给它浇一点水，这是我的第一个步骤来养护它 take care 它，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感受一下这个盆土是不是还湿润。如果是还湿润的状态，那你就不要浇水，等到它干湿循环干过一遍了以后再来浇水，这样是比较保险的。如果它在运输的途中受到了这种创伤，或者说是这个环境的改变啊，它本来就非常的有压力 stressful， 你呢又突然给它来很多的水，它吸收不了的话，那就非常的容易烂根。所以浇水的话，一定要还是盆土干透了以后再浇，千万不要到家了先给它浇一盆水，一定要先检查这个盆土是不是已经干掉了。
到了浇水的时候再浇。还有一个买植物回家啊，不光是你网购，还有就是这个在店里买植物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把植物有一段隔离期。比如说像我周围都是，就是我有一些养植物的很大的区域啊，很多植物都在一起。那你新买的植物就千万不要跟这些很多植物放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如果它是有虫害的话，它不会互相的传染。如果你新的植物回来，你不知道它在这个苗圃里面什么状况，你也不知道它的土壤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虫卵啊什么的，所以一定要给它一段时间的隔离期。等它隔离好了以后，你确保它里面没有什么虫，有虫的话呢，已经做过处理了。那这样你再把它重新放到你的大队伍里面呢，这样就会比较放心。如果你是直接把买回来的植物就放到你的平时养植物的地方，跟其他植物一起的话，它有什么虫害，到处你传我，我传你，你到时候一屋子的植物都会染上同样的病，那就非常的得不偿失了。然后如果还要再讲一下网购最好是什么类型的植物冬天网购比较好呢？这个能讲的就太多了，因为各个不同类型的植物有它们自己的，就是对于这种运输的承受能力是不同的。蔓绿绒一类的植物呢，通常就是运输的话，它状态会比较的不好。就是花竹一类的呢，它就比较能够承受这种运输的压力。所以说，植物和植物的类型啊，它这个运输的压力的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呢，就需要你自己可能要去网上查一下，你最想买的是什么植物，它到底能不能承受这种运输途中的这种颠簸呀、伤害呀。但是如果是比较脆弱的植物呢，建议还是等到春秋天的时候再买，夏天可能会过热，冬天可能会过冷，都不是特别好的选择。还有就是，如果你当地苗圃买得到的植物，宁愿价钱高一点，也要在当地买，因为真的是风险小很多，也比较省心，也免去了你有可能出现这个植物坏死的情况，然后去跟卖家理论，也是一件非常伤神的事情。所以，如果当地能买，我基本上都会在当地的苗圃，或者说是私人有在卖的，我也会跟私人去买。今天这期冬季网购植物的一些注意事项呢，就跟大家介绍在这里。希望大家从中呢学到一些经验，也通过我的一些教训呢，能够不要犯我犯过的错误，或者说是能帮大家避一些雷，让大家冬季网购植物的时候呢，能更省心、省力、省时间。那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的收看，也请大家可以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那我们下次再见吧，拜拜。